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抠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渡灵人。我家是住在海边的，小时候经常和家里的人到海边上捕鱼、撒网什么的。由于潮水和鱼群的栖息习惯之类的原因，经常要起早贪黑，赶在起潮或者是落潮的时候下网，所以有时候就在海边滩涂上搭个帐篷，带个电灯啥的，就在海边住宿了。那时候的海运技术不是很发达，出海的渔民或者从事海上事业的人，在遇到风暴或者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，生存率就比较低。小时候我经常能看到渔户家里办丧事，爷爷说这些人命苦呀，年纪轻轻出去想有一番大的事业，结果斗不过老天爷，死在了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之下，尸首都回不了故里。不过我们村那时候是有专门一类人从事这类事情的，他们管这类人叫渡灵人，即专门从事死在水里的灵魂不能回归的人的白事工作。他们往往在海边用木船摆成一个纵列，点上白灯笼，或者在海边举行一些宗教仪式什么的，呼唤那些漂泊在无边海洋上的可怜的亡灵。那是我大概初中的时候吧，暑假跟着爷爷去海边撒网，忙完了已经是很晚了。爷爷在海边像往常一样支起了一顶帐篷，点上电灯，开始观察鱼群。其他一起搭伙的渔夫呢，也是各忙各的。我呢，就在滩涂上无聊的闲逛。那天海风很温和，天气也很好，月光很亮，所以我就独自一人多走了一段，爷爷也没在意我，就让我注意安全。走了一段，我发现在不远处，确切地说是在海水还没退去的地方，一个隐隐约约的身影在徘徊着，但是它没有任何的方向，就在固定的一片区域不停地晃荡。我小时候是听说过鬼火的，但海边根本不可能有人埋葬于此。当时我仗着水性好，加上月光比较亮，我就在边涉水边靠近那个影子。但是很奇怪，我越靠近，那个影子却离我越远，直到海水已经不能允许我再过去。当时呢，我也不害怕，跑回去问了我爷爷以及渔民，他们都说我糊涂了，就不让我再出去。后来等到他们捕捞结束，回村的路上，我就看到一家渔户在办白事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这家应该是新丧。我就走过去呢，看了一眼遗照，惊讶地发现他和我晚上看到的那个身影十分的像。后来打听到，又是一个出海被风暴无情带走的可怜的小伙子，希望他能在大海中找到回家的路吧。高速惊魂。鬼叔，接下来这个故事呢，发生在我小姨的身上。当时小姨和姨父刚结婚，姨父家呢也比较有钱，搞了一辆汽车。两人结婚以后啊，就去开车到处的玩。13年前，他们开到了大西北，那里人烟稀少，山林也比较多。当时为了行程，姨父就夜里开车走的高速。当时的高速可不像现在，加上那时候呢，交通的规则也不是人人都遵守，车祸时有发生。夜里接近11点，很晚了，姨父强撑着精神开车。突然车走过了一段高速时，一个红衣服的女人窜了出来，就在我姨父眼皮子底下横穿了过去。当时给我姨父都吓坏了，刹车一踩，车子恨不得撞上了围栏。等把车子停稳，姨父气呼呼地从后备箱抽出了一根棍子，就要找人算账。小姨呢也下车了，但巡视了一圈，发现空荡荡的高速路上根本没有人，只有几辆货车呼啸而过。小姨说，该不会是来寻短见的吧？姨父听到更气愤了，说是寻短见差点让别人也陪葬，
抄起了棍子在夜空中挥舞，大喊着，嘴里还骂着脏话。骂了有5分钟，人影也没有，小姨呢就拉着姨父赶路去了。到了目的地，两人找了旅店就草草入睡。第二天，小姨就发现在姨父腿的根处有一块很奇怪的淤青，就像是昨天晚上那根棍子打在了他自己身上一样。再后来，姨父的精神气儿一直不好，晚上经常被东西莫名其妙的惊醒。这淤青啊，也去了几趟医院，也是迟迟的不肯退去。回到老家，找了几个会看风水的老先生，其中一个就说，这怕不是遭了小鬼，拿了一些糯米和法器。奇怪的是，过了几天，这淤青也就退了，而姨父的精神气也好了很多。窗外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妈妈是当地的乡村医生，经常要出诊，爸爸是老师，学生呢要上晚自习，所以那会儿的我经常晚上一个人要写作业，然后赶在他们回来之前洗漱完上床睡觉。有一天外面下着大雨，那天的作业也不是很多，我就早早的上床了。我们家是老式的公寓，我家呢住在4楼，离地面少说也得8、9米了。我的床靠着一面大大的窗户，平时为了不让太阳光进来，窗帘也是一直拉着的。那晚一开始还很正常，直到我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。那种声音很奇怪，不像是小动物发出来的，很刺耳，而且很吓人。我被惊醒以后不敢动弹，轻声呼唤着爸爸妈妈，没人回应。后来呢，我打算开灯，结果那声音就好像预知到我要干什么似的，突然变得很躁动，那种窸窸窣窣的声音变成了刮擦声，而且离我的感觉越来越近。我眼睛死死地盯着窗帘，除了月光从缝隙打进来之外，没有任何的异常。过了几分钟，那个声音仿佛察觉不到我的存在以后，就逐渐地消退了。之后的我几乎是没睡着，心跳砰砰的加速。直到爸爸妈妈回来以后，我惊恐地跟他们哭诉今晚发生的事儿。爸爸很是惊诧，尽管不太相信一个小孩子嘴里的未知生物，但是为了我，还是把我弄到了他们的房间里去睡了。第二天我起了一个大早，从窗户边上看看那几天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。只见爬满了苔藓的墙面，可以隐隐约约地发现几处抓痕，比我的半个身子都大。再后来，我的房间呢就被改成了杂物间，我的床也挪到了我爸妈卧室的隔壁房间。这窗帘也一直拉着，也没人知道这个房间的外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好了，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或者身边人的恐怖遭遇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